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持续进攻，让乌军防御兵力捉襟见肘。乌方迫切希望 F-16战斗机尽快加入，改变战局。据悉，第一批 F-16战斗机预计将在今年夏天交付。此外，乌克兰空军还透露 ，F-16战斗机飞行员培训已进入最后阶段。法国媒体则报道，首批乌克兰 F-16战斗机飞行员正在法国受训。美欧为乌克兰培训 F-16战斗机飞行员遇到哪些难题 ？F-16介入后将如何影响俄乌战事进程？来看报道。乌克兰媒体报道称，第一批 F-16战斗机预计于今年夏天从荷兰运抵乌克兰，将用于加强防空、击退俄军空袭，以及对俄军人员装备集中区发动打击等用途。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叶夫拉什18号还表示，乌克兰 F-16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相关人员已完成了规定的飞行小时数。法国媒体的报道也证实了乌方说法。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空军帮助培训的首批10名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正在法国西南部一处秘密基地接受 F-16型战斗机训练。他们在抵达法国前已在英国接受了初步培训。在法国完成为期6个月的速成训练后，这批飞行员还将前往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最后阶段的培训。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6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并帮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值得注意的是，幻影与 F-16的操作有所区别，需要额外进行培训。法方暂未公布相关培训计划。那这些飞机就是为了替代之前乌克兰的米格29和这个苏24，这些飞机，这些老式的苏联时代遗留的飞机。那所以呢，不管是 F-16还是幻影2000，它主要就是为了去投掷西方给乌克兰的这些弹药。但是呢，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给乌克兰的弹药是非常少的。尽管 F-16战斗机即将到位，但按照法国媒体的说法，乌克兰飞行员最快要到年底才能做好准备。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乌方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扩大训练计划，以便在 F-16抵达后可以立即投入战事。但西方国家反驳说，乌克兰飞行员尚未做好大规模接收并操作 F-16的准备，战机将分批抵达。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如果乌军把这些作战能力投入战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用有效的方式投入。一架 F-16如果第一天就被消灭，就不会有任何价值。有分析认为，即便西方国家援助的 F-16战斗机可以全部立即到位，乌克兰也得到了足够多的 F-16战斗机飞行员，但乌军恐怕仍旧难以在战场上打开局面。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此前刊文称，在当前战争条件下，几十架战机本身无法带来有效突破。不仅如此，由于俄方拥有装备精良的空军和防空导弹，这一局面恐将更加复杂。这些飞机对于整个这个俄乌形势呢，整个战场形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这些飞机本身它就是第4代的，没有经过现代化的这种这个深度的升级，而且呢，它又是规格比较这个低的，它是中型的战斗机，是战术飞机，所以呢，它在空战方面本身就面对着整个俄罗斯空天军的这个空天军这些飞机或者整个作战体系呢，它并没有什么优势。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日益被动，美国开始授权乌克兰方面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而北约更是发出动用核武器信号。当地时间17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北约国家正在讨论部署更多核武器的问题，通过提高其核力量的透明度来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根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信息，美国在5个国家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部署了大约100枚 B61核弹。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斯托尔滕贝格的这番表态是又一次升级了紧张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不应无端讨论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俄罗斯只会在特别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他不认为目前已出现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现在俄罗斯占了很大的这个优势乌克兰呢全线占据一个劣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西方国家急于搞这个平衡。那所以呢，一方面是这个有这种大规模出兵的
这个企图也就造这个各种的这个势。另一方面呢，就是搞这个核威胁。当然，这种核威胁并不会在这个本质上产生太大的改变。虽然北约发出的核武威胁让俄乌局势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但是西方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一直采取模糊政策，一方面不愿断绝乌克兰的希望，另一方面也不愿激化与俄罗斯的冲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17号强调，乌克兰必须先打败俄罗斯，才有望成为北约成员国。First, they gotta win this war. Right? They gotta win the war first. And so, number one,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make sure they can do that. 实际上，在12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曾表示，如果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就必须在其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取胜，这是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的绝对最低要求。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19号回应称，这意味着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加入北约。乌克兰曾于2022年9月以俄乌冲突为由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尽管基辅请求通过快速通道完成加入北约的手续，但北约迄今为止一直拒绝提供乌克兰入约时间表或路线图。那美国或者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做这种表态，其实呢就是把这个乌克兰是否能够加入北约作为他们的地缘政治工具。那其实呢，这个乌克兰如果他真的能够打赢俄罗斯的话，那他加入北约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那北约加入乌克兰反倒有意义。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逻辑悖论。当地时间18号，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逾1000套无人机系统，总价值达3.6亿美元。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5度对台军售，也是本月第2次。岛内媒体形容此次军售是所谓大突破，不过就有岛内网友讽刺称，美国又来骗钱了。外界还注意到，这批军售中有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背后体现了美国什么样的阴谋？美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最新一批对台军售项目，包括价值6020万美元的弹簧刀300型自杀式无人机及价值3亿美元的 Altis 600MV 反装甲无人机。据台媒报道，弹簧刀300型无人机长约61厘米，重2.7公斤，爆炸威力约等同于40毫米榴弹，操控范围约10公里，可在最远距离滞空10分钟，找寻步兵或轻型装甲车等目标，锁定目标后能以时速161公里俯冲攻击。太贵了啦！全世界哪有这个天价的无人机？它速度非常的慢，你很容易被敌人所击落。那现在的话，就是把它当做靶机来卖给我们。台防务部门19号宣称，攻击型无人机近年来于实战中成为战术新选项。据台媒报道，台军方早在去年就建案并编列机密预算，以军售方式向美采购这套系统，未来将部署于台陆军特战部队与海军陆战队。台防务部门还声称，对于美方为加速对台军售的各项努力，特别表达感谢。不过，岛内舆论却并不买账。消息传出后，便立即引发一些岛内网友吐槽，整天感谢美国，看了就讨厌，给钱的要感谢赚钱的。对于美国再次宣布对台军售，更是有岛内网友讽刺称，又来骗钱了，什么时候交货呢？美多个对台军售项目交付延迟，尚未交付的装备总额近200亿美元。据台媒报道，台军2017年定案采购的1700枚陶2B 型反坦克导弹不仅没有交付，甚至连1枚导弹都没运到台湾。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17号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称，年底会全数交货。台媒还配合报道称，从2024年起，包括反坦克武器、主战坦克和战斗机等在内，美国售台武器将进入交付高峰期，不过被外界质疑有灌水美化之嫌。还有台媒指出，随着武器大量交付，台当局用于军购的经费也水涨船高，每年的预算超过500亿元新台币。至今是零筹获原因是什么？测评好像有点问题，是。不过现在这个测评已经过了，所以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以前全数会交易。外界注意到，这批美对台军售中，无人机系统被摆上台面，还包括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背后还是美台勾连搞所谓非对称作战的烂把戏。无人机、无人艇被视为所谓非对称作战的重要装备。早在2020年，美方就同意向台出售弹簧刀小型无人机系统。分析认为，美国将这些武器卖给台湾，除了赚钱之外，就是要让台湾人扛着这些武器去所谓重层贺阻打巷战，让台湾成为遏制大陆的代理人战场。这些卖给台湾的小武器，要的不仅是台湾人口袋里的钱，还有他们身上的命。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前段时间还在大肆炒作可使用无人机舰将台海形成无人地狱。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就表示，计划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和新型无人机，试图将台湾海峡打造成地狱景象。观察指，美高官抛出这般涉台惊悚言论，不仅会引发两岸民众愤怒，也让世界进一步看清美方部分政客和军方人士祸乱台海的险恶用心。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就批评称，弹簧刀这种东西是摆在每个台湾老百姓家门口的武器。我今天数以千计的无人飞机是有可能的，1000架，因为那个弹簧刀飞机，事实上你的手就可以 K 出去了，它是非常小的，而现在武器就有。可是所谓的无人潜艇无人船舰。这个部分的话，我知道的美国也还没有那么先进。军方讲的话，基本上都是他在战争中的准备嘛。那最后打不打、用不用这些武器，还是美国的这些政治领袖他们做决定。香港中评社的报道指出，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地位确实重要，但试图以无人机在台海问题上打败大陆，不过是幻想而已。对台湾而言，台海变无人地狱，台湾还存在吗？另外，大陆推进统一的意志、决心、能力，又岂是美军与美国专家设想的地狱景象所能撼动的？针对近段时间美台勾连动作频频，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6月12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包括向台出售武器，不管是军售、军援还是其他什么名目，都是想把战火引向台湾，用心险恶。